通知 CID 了。通知了。好，来，别围了啊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好，来3个了，让一下，别围了啊！别围了，让一下啊！先生，请离开这里，到9年线外去。怎么老遇见这些怪人？全了吧？先生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不能停车，你可以停到下一个路口。你这要是出了什么普通事故的话，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认识我，叫你们队长。受害者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说要找你啊。看这个撞击力度，受害者应该不会当场死亡。虽然雨水冲掉了部分痕迹，但你们看这里，肇事车辆的速度已经达到极限，油门直接踩到了底，来者不善。我推测，肇事车辆的起步距离应该很近，按理说受害者应该还有生存几率才对。这是什么？凶器。莱瑟尔，情绪的剧烈波动会影响大脑功能的正常发挥，引起身体机能失调以及多种疾病。詹博士，借您吉言，今天的我依然是那么健康。原来是白 Sir 和展博士啊，久仰2位大名，刚才抱歉了啊。这应该是你们交到我们 CID 的第3个案子了吧？对，早上是这个路段的环卫工人报的案，下了一整夜的雨，从事发到清晨，行人跟车辆都很少，暂时还没找到目击证人。受害人都是被撞击之后才被杀死的，现在人都疯了吗？如果是同一个人，就好解释了。现在案子已经转到我手上了，过一会儿尸检报告出来，把相关的资料送到西9重案组。谢谢。Yes sir。3起案件的肇事者心理素质异常稳定，车技娴熟，驾龄至少在10年以上，是一个人的可能性最大。证据链还没构建完全，你就说是连环肇事案件，太武断了吧？你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做辅助就好了，不要干扰我们破案。你要的证据链会有的。展博士，展大心理专家，听说您这周就要出国深造了，证件准备好了吗？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要不要管，那是我的事。回警队吗？我载你一程。不用，你的车我坐着不舒服。谁告诉你那边出事的？你猜？又是王朝这个不争气。别冤枉人，你别忘了，受害者都要经过谁的手？这样，我事先跟你说好的，我的案子，你们谁也不许插手。心理研究室不隶属于重案组，你管不着。詹博士，你总跟着我做什么？白 Sir， 你这么自恋，很可能向病态发展。是包 Sir 找我。听说包 Sir 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，重案组的蓝 Sir 是组长候选人。哎呀，我觉得白 Sir 才是最佳人选。白 Sir 不仅人长得帅，而且帅得很过分。说什么呀？
么呀？白 Sir，白 Sir，我们没说什么，先走了。白 Sir，包 Sir，来，坐。白玉彤，你手头的案子停一下，先全力攻破这3起肇事逃逸案。Yes， 案件信息我看过了，挺棘手的。现在证据链不充分，只能说这3个案件的性质大概是相同的，可以同时展开调查。切记，不能让媒体觉得这是连环肇事杀人案件，引起社会恐慌。1周，我只给你1周时间。1周？斩妖的犯罪心理研究室提供专业支持，感兴趣吗？包 Sir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斩妖快出国了，1周时间还是太长，可以短一点。他不行，我行，5天。3天，保证搞定。公孙师兄，听说你来了，我给你带了咖啡和早餐，口味没变吧？无糖拿铁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您看一下，这是尸体的初步检测报告。尸体验完后，我会派人送回来。哎，师兄，下周末有个校友会，要不要一起参加？没兴趣。截止到目前，从巡警队转到我们 CID 的肇事逃逸案件一共有3起，3名受害者依次是邱勇，男，40岁，保洁公司主管；邓乐佳，女，34岁，旅游公司会计；张国祥，男，25岁，印刷厂工人。据调查，3名受害者并没有什么社会联系，而且平时少有争执。3名受害者并不是遭到撞击死亡，而是被凶手用利器杀死。白 Sir， 3个受害者没有共同点吗？大半夜的单独走在路上，尤其是女性，比较少见。要说共同点的话，就是晚归。邱勇与张国祥在16号和19号值的刚好都是夜班，而邓乐佳每周6都会出去打麻将。21号刚好是周六。哎，那这么说，肇事者基本上对受害者的行程是十分了解的，那他肯定有蹲守的习惯啊。得了吧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就是他们倒霉赶上了。不可能！16、19、21号，肇事者犯案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还有，所有的探头都已经坏了，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是不是同一个人。怎么不是同一个人？这位呢，是犯罪心理研究室的展博士。对了，这就是咱们警队最年轻、最有才华的展博士。过奖。坐。展博士为本次案件提供犯罪心理专业支持。白 Sir， 合作愉快。怎么，尸检报告都不看了？不关我的事。各位，这是我根据已有信息对肇事者进行的犯罪心理侧写。肇事者，中年男性，外表稳重，甚至非常文雅，性格内敛，骨子里愤世嫉俗，不合群，强迫症，怕光，喜好拉窗帘，可能皮肤较白，生活境况不如意，很有可能离异独居，或者是从未结婚。请问展博士的文字画像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？意义重大。蒋玲，把这个打开。这是根据我的侧写，配合犯罪画像数据库得出的画像。
又一件艺术品，雪花四溅，雨水纷飞，神秘的世界更纯净了。误会，他们必须死，都是肮脏的，都是肮脏的。这一切都是神带给你的，神赋予你的使命，使你成为清洗世间的触手。误会，到处都是误会。神释放了我的灵魂，从此我便是神的奴仆。还不够，都还不够啊！我背负着神的利刃，我向他们肮脏的灵魂捅过去。你要忏悔，神会原谅你的。你要的证据链来了。3个受害者遭到凶手开车撞击后，被利器割破喉咙。凶器并不是普通的刀具，而是一枚尖锐的玻璃。从上述信息综合上来看，直观上，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凶手杀人有自己的套路吗？凶手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。难道是伪装肇事逃逸的连环杀人案？不是伪装，凶手看起来并不害怕暴露身份。这是重案组的案情分析会，不是你的心理学培训课。白 Sir 没有想法，还不许我表明观点。反而是展博士一直打断我的思路吧。16、19、21号，凶手行凶间隔越来越短了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今晚。这是神给你的赏赐。神与我同在，恩典与我同在。神永远是公平的，赏与罚就在一念之间。不要辜负神对你的期望，你手中所掌握的必然是神带给你的力量。刑侦定案主要讲的是证据链，只有证据链完整无误，才可以被定性为连环案件。心理分析的结论也要等待证据链的配合才可以确定。所以，请你不要误导破案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心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靠谱，是不是？靠不靠谱，破案才能定。狂妄自大，这案子交给你就破不了。神经病，脾气都臭。他和白瑟尔什么关系啊？据说是发小，从小打到大，瞪着眼睛就是对方不爽。他俩是发小。不过以前也没在一起共事过。包局这次的安排啊，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好，散会。白 Sir， 3起案件案发地特征、十字路口监控失效，而且非居民区，都给凶手行凶带来极大的便利，而且有很多路口可以流窜。那排除那3个之外，总共是12个。果然如此，通知所有人，撒网捕鱼。Yes, sir。还有，谁要是再走漏风声给斩药，10年档案等着他。
你有完没完啊？吃完你还嘎不嘎不响你？守了一晚上了，我怕到时候饿得肚子叫，打草惊蛇。你要不要来点儿？韩，后面有人。行啊，你王少，没事吧？大腿撂蹶子，哎，你没事在这瞎晃悠什么呢？就是，谁瞎晃悠啊？我走。用我的车撞你，太不值。白 Sir， 靠上。Yes Sir。走，走。姓名？问你呢。我在你身上闻到了肉食动物的味道。跟你比呢，我只是个素食主义者。他们几个是不是你杀的？他们该死！他们该死啊！为什么要用碎玻璃杀人？我是神清洗世间的畜生，这样的圣物纯粹干净，他们应该庆幸，这个是神的恩赐。神是骗你的，像你这种装斯文、假正经的斯文败类见多了，看起来就像个笑话。他们都是污秽的灵魂，肮脏的产物，他们不应存活于世。好脏，好脏！啊，干活了。邱勇的调查资料。白 Sir， 白 Sir， 白 Sir， 你真棒啊！你看，你一出马，他全都给招出来了。哎，咱是不是可以定案了？不过那位够神道的，像被附体了一样。哎呀，就那样。吴昊，他的名字。哦，白 Sir， 口供录完了。今晚伤者叫赵毅，是制衣厂的门卫，值晚办案刚要回家，没查出什么可疑的。跟那个赵毅说，以后别再偷女士内衣了，让他回去吧。啊，女士内衣？里面那尊神说的。白 Sir， 你看咱这定案了，咱是不是找地儿happy啊？白玉彤，你们居然瞒着我去抓人！那个，大家今天都挺辛苦的，收拾收拾回去睡觉吧。Yes Sir， Yes Sir。Good Sir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干嘛？嫉妒？开玩笑，我会嫉妒你这个自大狂吗？是谁说我抓不到凶手？你不觉得凶手暴露的也太快了点吗？那是我料事如神。你
料事如什么神？你去哪儿啊？干嘛？我回家睡觉，你要管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你不能接。还说不是嫉妒？谁嫉妒你？你不觉得失效的监控就像在指路一样吗？哦，凶手自己往枪口上撞，这样的逻辑我想不通。他都已经承认了，口供证据都在，我们证据确凿。你呀，还是好好的出国深造，治安这事儿交给我吧。嗯。这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昨天夜里啊，突然停电，我觉得特别的奇怪，然后我就进去停尸间检修的时候，发现3个停尸柜被打开，是3起连环杀人案的死者，他们的裹尸袋被人打开过。然后在3个尸体上发现了这个，但是验尸报告上并没有。是，白 Sir 已经抓到凶手了。如果编号是夜里出现的，那么应该不是凶手所为吧？难道尸体耳后被涂抹了药水？你有没有问过监控的事情？我问你，他是不是承认了对监控做了手脚？这个他没有承认，马汉还在审讯。白三儿，信。白三儿，5号的媳妇儿在外面申请探视，哭哭闹闹的半天了，我怎么劝都劝不回去。这段时间除了律师，谁都不许探视，劝劝他，我也没这个权利松口。明白。5号不是单身？单身不是，他媳妇儿不是在外面探视吗？而且据说啊，他有个女儿在上小学呢。据说啊，他媳妇儿啊，一家人过得还挺好。那他杀人肯定另有原因。一个家庭幸福的人，突然做出这么疯狂的行为，说不通。这不人都抓住了吗？抓一个是一个。那个白三儿，信是公孙让我交给你的。这是5号案的3个受害者。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数字啊？包 Sir， 包 Sir， 包 Sir。
看这里，数字不是手工写上去的，但也不是纹身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类似于印章之类的东西。而且，写这个数字的人有着很强的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？我怎么没觉得在尸体耳朵后边写东西有什么可美的？是完美，不是美。一开始看照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这些数字的位置特殊，也非常的精确，都在外耳甲腔的背面。说人话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个数字如果印在这个位置，如果不把耳朵翻过来，就一定不会被发现。印这个数字的人呢，有着比较好的医学修养，还有着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和强迫性人格障碍，从事的也是比较严谨的工作，而生活中又是个谨小慎微的人。所以做这件事的人是一个拥有完美主义的变态。差不多这个意思。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应该不是5号干的。他除了精神有问题之外，基本上不符合你说的这些。更何况他已经被抓了。我听说了，而且你好像什么都没问出来。我再提醒你一遍，他已经认罪了。我认为有必要重审一次。没必要。你怎么知道没必要呢？我说没必要就没必要。我说有必要就有必要。没有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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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。没有。有。哎，你自己说的。你。谢谢。不谢。干嘛？穿衣服。你说你明天就要去美国了，在这儿熬什么呀？赶紧回去吧。不对，全都不对。我总觉得包局有事瞒着我们，所以案件推进才会这么复杂。这是我的案子，我自己会解决，不用展博士在这儿劳心劳神的指点我。我这是帮助你逃离错误的思路。别，我承受不起。ICI 白玉堂。香港警务署宣布成立特殊罪案专门调查小组，简称 SCI。这个部门的任何行动都有其独立性，一切行动由政府组长直接向警务署署长汇报。该部门办案时不受任何其他部门制约。当 SCI 要求警方其他部门配合时，各部门不得有异议，必须全力协助。组长白雨桐。他身手非凡，是警队的未来之星。副组长斩耀。最具权威的心理学博士。法医公孙哲。组员王韶、赵富、贾玲、马涵。他们破案思路新颖，知识储备丰富，敢闯敢拼。这不仅仅是对年轻人的考验，也是针对高智商、高科技犯罪的防控策略。SCI 将时刻保持警惕，永远先人一步，避免悲剧来临。他们将踏着前人的足迹，共同成长，合舟共济，维护治安，打击犯罪。
香港警察以他们为荣。SCI 第1次全体大会正式开始。Yes, sir。肇事杀人案件升级，受害者尸体被留下数字编号。我们接下来的调查方向应着重放在3组数字，分别是0423、0611、1020的关联上。这是凶手在向我们宣战，也是凶手留给我们的破绽。白粉儿，出现新的受害者。白 Sir， 新的数字出现了。去我办公室说。看来展博士还研究过偷东西。走吧，我倒要看看吴昊是何许人也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见吴昊？公孙找你还能有别的事吗？别忘了，我最擅长心理分析。我在想，这个心理学专家到底算是内勤还是外勤？哪里需要我就去哪儿。说吧。新出现的数字是多少？0817。好像有尾巴，被人跟踪了。试一下就知道。精神有问题，看出来了，一直神神叨叨的，刚好你鉴定一下。一般精神状态有问题的人，都会避免法律的制裁的。Yes, sir。我们想在这儿跟他聊会儿。这是多完美的一件艺术品啊！你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完美的一个生物。你的眼睛就像2颗上等的猫眼石，琥珀的颜色。怎么，你现在改玩骚扰了是吧？那，你想清除的人呢？如你所愿，死了。满意了？赵毅，他也得死，他必须死。污秽沾染大地，神终将做出判决。编号是谁做的？神赐的，多么神圣完美呀！你好像一点也不吃惊。吃惊？这不过是纹身而已嘛。谁告诉你这是纹身的？你怎么不说是用染料画上去的？这难道不是纹身吗？纹身是不可以擦洗的，但是颜料却是可以擦洗的。这些数字位置特殊，款式也是一模一样。正常人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是纹身。在我的意识里面，这些画在身上的图案都是纹身了。图案？为什么是图案而不说数字呢？
过2天呢，精神科的专家会对你进行精神鉴定。如果你的精神状况确实是有问题的，那么你就免除牢狱之灾，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问你个问题吧，你害怕坐牢吗？坐牢？有几个人是不怕坐牢的呀？但是你不一样，让一个有严重强迫症的人去坐牢，还不如让他去死，对不对？你很严谨，规则和秩序对于你来说非常的重要。监狱里还没有这些，那里到处都是狭窄的空间，肮脏的空气，到处都是细菌，监视摄像头，你会和很多人生活在一起。不会，我不会一直待在牢里面的，我有病，我有病，你确实有病，你有严重的强迫症，进而引发洁癖、焦虑、不安，你会觉得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在你耳边说话，你觉得所有人都是肮脏的，都是不洁的。说吧，说什么呀？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呢是全港最好的心理学家之一。如果我出示精神学鉴定，说你神经根本就没有问题，你觉得法官会受影响吗？那，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老老实实的把所有一切都给我交代出来；二，在监狱里度过你下半辈子。我不能，我不可以背叛，背叛会被惩罚，不可以，我不可以。我能看见我的神，你们明白吗？我的神跟我说，他们几个人都得死。是的，他们必须死。其实杀人应该是一件很干净的事情。喂，你确信这哥们儿是清醒的？但是这就是我与神的差距。我应该把清理污秽当作是制造艺术品的过程。那么，你所谓的神，你是在哪儿见到的？神的光芒是不能用眼睛看的，不然你的眼睛会失去光明，肉眼凡胎，永远不配看到神的真容啊！喂，白 Sir，5号的妻子被杀了。什么？死了？谁死了？把图片传给我。Yes sir。那，你的神，所谓你嘴里的神，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家人？不会的，我不会的，怎么不会？这就是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，看清楚了，睁大你的眼睛，看清楚了。他说只要我听他的话，神是会保护他们的。保护你？怎么保护你？你说。我要。你说吴昊刚才是不是真的疯了？他这种行为更像是被催眠或者被心理暗示操纵的人群特征。他刚才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受到刺激和被触发，同时作用在他的身上。受刺激是有的，那是什么触发的呢？动作、语言还是道具？动作触发的难度太高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。
什么叫不可能？哎，干嘛呢你？白 Sir， 刚才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一种强暗示。刚才这是你大白天非礼我。回想你刚才的状态，一个正常人对别人的某种行为感到敏感，这属于正常反应。但是吴昊呢，他越过了对其他人的情感反应，直接进入到了自残乃至自杀的极端行为。他说只要我听他的话，神是会保护他们的。怎么保护你？你说。你说，刚才这个动作有没有可能触发他受刺激？这个动作的辨识度很高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，2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。走吧，等他情绪稳定些，为了他的妻子女儿，应该是会全招的。走吧。白腾，白腾，你出来呀！我招了，你出来呀！你出来呀！白 Sir， 翟 Sir， 我们现在就备车。备什么车？好，白 Sir， 吴昊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刚走不到1个小时。听描述不像是自杀。走。这么大的一活人你都看不好？哦，Sir。一个大活人在你们这儿好好的，突然就这么死了，你是怎么看的人？我们正在紧急调查。白 Sir， 你们来看一下。你们看，0114。把今天你们这里所有的监控录像都给我调出来，我就不信了，还能有鬼杀人。好，钱 Sir， 那你们狱警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那这个吴昊旁边的犯人有没有看到什么别的东西？但这2个人根本无法沟通，我正在想其他办法。没法沟通，调出来，我们来问。Yes sir。你叫刘琛啊？你叫刘琛？这不是办我案子的警察吗？叫你来呢，不是因为你的案子。不好意思啊，除了我的案子，什么都不会说。你未必不知道，刚才在你隔壁监室发生了什么吧？你身上的味道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身上什么味道？那是血的味道。秦佳琪，不用这么紧张，佳琪，我就是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，好不好？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人从你的房间门口经过？那是有还是没有？我没看见人。没看到人？难道你看见的是鬼吗？哎，那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也是血的味道。是我们家那臭娘们溅到我的身上的。你身上的味道跟她一样，你们才是朋友。
哎呀，杀女人的果然是怂货！放手！我告诉你，放开！你过来，过来！是魔鬼！魔鬼！不是鬼，比鬼厉害多了。比鬼厉害多了？那是什么？嘘，不能说，他会听到的。佳姐，你小声告诉我，他听不到。是撒旦。怎么样？问出了什么？撒旦现世了，他干的。你问到什么了？跟你的差不多，都是西方派系厉害的主。我这个说看到的是恶魔。哎，你说他们说的话可信吗？第一，他俩没有串供的机会；第二呢，他俩没有撒谎的必要，所以应该可信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叫撒旦的恶魔出来行凶了。可能也只有这个说法行得通吧。可能也只有你这个心理学博士才能接受这个说法吧。我想我也需要精神崩溃一下。白 Sir， 喂，尸检结果出来了吗？5号心脏部位有个针孔。好，明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擦伤了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电话说什么了？公孙说，5号是心脏被注射了毒针致死的。那他有没有说5号身上有什么伤痕，或者是其他什么？没有。难道5号是老老实实的被人在心脏上扎了一针？先不管这么多了，先回去吧，让公孙给你包扎一下。你要是死了，顺便让他给你做个尸检。去你的！走。哎呀，我说展博士，你就是摔了一跤就把手给扭了，是不是该好好锻炼锻炼身体啊？这要不是你推我，我会摔吗？我要不推你，你就不只是扭到手了。白 Sir， 白 Sir， 怎么了？白 Sir， 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有什么事进来说。那什么，不太方便，您出来一下呗。白 Sir， 拘留所的视频被人动过了。进来。包 Sir， 今天在拘留所门口有辆黑车突然撞过来，我是躲过去了，展耀他手腕扭伤了。案子一定要跟进，有什么情况呢，要马上向我汇报。对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先搬到展耀的警局公寓里去住，2个人也有个照应。不是啊，包 Sir， 这就不必了。
我觉得斩耀他挺……就这么定了。斩耀呢，心理研究很在行的，其他方面呢，差一些的。另外呢，你太感情用事，有他在呢，你们也能互相提醒。还有呢，我也必须向你们的父亲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，包 Sir。你来试试。我没带枪。你竟然不带配枪啊？我确实没带。枪是用来给你防身的，防身，懂吗？懂啊，但是我经常要去学校，枪万一走火了怎么办？用它，打下给我看看。射击水平差，也不用差成这样啊！我真好奇你在警校是怎么毕业的。白三儿，右撇子是打不了左手枪的。哼，来。我不像你们做过左手训练，所以我不太适应西格 P250的重量。用这把，试试。科尔特 M1908，射击水平不怎么样，对枪倒是蛮有研究的嘛。这枪非常的稀有，有姐姐就是好。小到内裤，大到跑车，估计都是你姐给你准备的吧？你说风凉话的本事，确实比你射击强太多了。行了，我教你怎么办。对着这儿，射击。再来一下，手拿稳，射击，屏住呼吸，射击。最近还在画画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想不到白 Sir 还真能做得出来。我的嗅觉灵敏，展博士不要羡慕我。你这么意气用事的人，哪天被警队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到时候你要是开家意大利面馆的话，可能生意还不错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问你个问题。说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最近像是被人牵着鼻子走？我觉得有些奇怪，就是不敢肯定。抓捕吴昊以后，你曾经说过，监控坏的就像有人指路一样。看守所的监控被人动过，蒋玲说，能做到这种程度的，只有可能是能接触到警局内部服务器的人。他能够篡改看守所的监控录像，也就是说，他很可能也在时刻关注着你我一举一动。你这个指控太严重了，恐怕会引起内讧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只能私底下调查。哎呀，洗澡去。好，你不会要在我这过夜吧？
哎，吃完的话赶紧弄一下。更具潜力的广阔市场，诈骗、辱骂、淫欲、赌博，简直是个金矿。好主意！赞助比赛的同时就是在做广告。你还恨我吗，弗拉巴？我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瞧瞧多么出色的夺冠者啊！怎么样？我的睡衣穿着舒服吗？有点热。热你还穿？我呢，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一直在仰慕我。谁仰慕你啊？你看，你一直收藏老鼠睡衣，那有怎样？其实呢，有所谓，因为啊，我特别能理解你们这种仰慕明星。你别自恋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哎，我说，我记得咱们8岁那年，你被我发现尿蚊虫之后，咱俩就再也没睡过一张床。那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人睡。你给我下来！哎，喂，谁要跟你当朋友，就会借题害人。白 Sir、展 Sir 正找你们呢。什么事？昨天袭击你们的黑色车辆已经确定为被偷车辆，失主的信息已经被我们调查清楚了。说重点。车是一个叫王月的暴发户的。3天前，他去诚志大学泡一个艺术系的女学生，车停在了车位201上，没有1个小时就被偷走了。只有这些？还有就是车牌照没有被换过。他们偷车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我今天在诚志大学有课。去看看。嗯。这么多车位，为什么非要停这儿啊？201号车位，这车位够偏的呀。估计王月这个土大款想玩点刺激的。监控应该坏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个摄影机。摄影机？果然是，还录着呢。展老师，李非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换存储卡呀。存储卡，这玩意儿是你的？嗯，对呀。你把摄影机放这儿干嘛？哦，我前2天来过这边，然后在那边发现有只灶娟飞了过去，就是那边。然后回去就跟大刘说了，结果大刘死活不相信，非说灶娟在我们这已经绝迹了。然后我就把摄影机装在里边，拍给大刘看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摄影机放这儿有1个多星期了。对呀。你的摄影机能录到那边那个车位吗？可以，我的摄影机就是冲那边的。3天前的记录你还有吗？有，但是最近忙，我一直也没回来看。怎么了？快回去找找，我们要借用一下。但是一会儿我得上课，第1节课是专业杀手梁老师的课，不能不去。好，我们等你，你先去吧。哦，好的，展老师再见，拜拜。白头，不要给我丢人现眼。有吗？是展老师，展老师，你朋友和我
帅呀！张老师也帅，陈老师也帅。够！你们这些学生不许起哄，给我回去上课。走。詹博士，许教授，张博士，詹博士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吧？你不会忘记吧？许教授，其实，詹博士，你今天是来上课的吧？是不是要去做课前准备啊？是的。詹博士，学识是一方面，但是人的人品德行是另外一方面。你们知道吗？这里是神圣的地方，是教学求知的地方，不是你们拿来会狐朋狗友的，捣乱秩序的。许教授，您说的狐朋狗友具体指的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这样？你什么呀？许教授啊，你别激动啊，走，咱们走。李非凡，喂，王少，马上带人来城市大学，有人跳楼，我上去看看。詹 Sir， 白 Sir 呢？赵副，派人封锁这栋楼，凶手可能还在里面。Yes sir。马涵，带人上楼，白色在上面呢。 Yes Sir， 走。走，辅佐现场。Yes Sir。马涵，去查学生李非凡的寝室，快去。Yes Sir。白 Sir， 会不会只是失足啊？学生嘛，都喜欢坐在天台上耍酷。先勘察现场，做记录。喂，白 Sir， 我在李非凡寝室发现展博士被击晕了。什么？等我。没事吧你？没事，我就是一点皮外伤。皮外伤？我跟你说了，让你盯着就行，你逞什么强？就你三脚猫的功夫，凶手已经手下留情了。我就是想去找一下存储卡而已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没有，
看到凶手的脸了吗？凶手既然能这么快地杀害李非凡，你觉得他会忘记存储卡的存在？这中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我教你啊，侦探博士，你可是搞研究的。但是我在昏迷的时候好像看到，凶手的右脚上有一滩红色的什么东西。什么红色的东西？记不清楚。小展，刚才有学生跳楼了，失恋了吧？警方办案，闲人不要插嘴。就是你把徐教授给气得够呛吧？刚才张博士扶着徐教授进的医务室，你都没看到那老先生气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，全身直发抖。我们几个医务人员还以为他不行了呢。那个徐教授现在没事了吧？现在好了，缓过来了，出了一身的虚汗呢。我在这工作20多年，从来没见到老先生动那么大的气。小展啊，又是哪个学生跳的楼？竟然来了这么多警察！翟 Sir， 白 Sir， 教学楼里的师生都登记了，这是几个中途离开过的学生名单。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这些学生都排查过了吗？都查过了，离开的时间对不上。看什么呢？总感觉漏掉点什么。不是吧？又是你的直觉？好像有血迹。这你都看得清楚啊？我在警队的洞察力永远排第一，别说血迹了，子弹我都能看得到。不信你看。真的假的？拿着。确实是有一滩血迹。上去看看吧。啊。Sir。这个血迹应该是今天早上弄上去的，理论上来讲，应该是李非凡的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小心点，别一惊一乍的，行不行？你这样会影响我的判断力。如果我要自杀的话，绝对不会站这个位置。没错。如果要是从这儿跳下去的话，会先撞到这个平台。理论上来讲，应该不会选择从这儿跳楼，而且这确实也不够高。奇怪的地方太多了。为什么在这儿放个滑轮呢？而且我上来的时候，天台的门是被堵死的。难道他是独自上的天台？然后，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。这根绳子连着这个梯子，还有这个木板也是。倒吸了油漆。听说学校在重新刷围栏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发现？干嘛？逗你玩，没别的。喂，刚受伤的手不能这么用力，这还用我教你啊？没问题，爬个梯子而已，小意思。哎，慢点儿你！哎，爪子拿开！哎呦，我扶你，你还不乐意啊？不是，你一伸手，我一紧张，反倒失去重心了。哼，这给你要面子要的。我就要面子了，怎么着？你看，铁丝绑着木板。这2根铁丝连2个沙袋，沙袋下面还有2个沙桶，应该不是巧合。
难道这是凶手制造不在场的原理证据？你要干嘛？想破案，帮下忙。我好像明白李非凡是怎么坠楼的了。什么？凶手先准备这2个梯子，然后准备这个木板，后面连上沙袋和沙土，这个木板就架在这上面，然后再准备一个大木板，横在这个小木板和围栏上。 然后把被弄晕了的李非凡放在这个上面，随着那边的木头和沙子逐渐变多，这个小木板也就被升起来，大木板会倾斜，李非凡就会顺势下去，头刚好撞到这个平台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下面的平台会有血迹。凶手为了掩盖他的杀人手法，将这个绳子系在这架子上，只要有人冲上天台，绳子就会被立刻扯住。 整个现场就会遭到破坏，而且凶手还能利用沙漏的原理来控制李非凡的坠楼时间。但是我们始终没找到那块大木板，一定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。凶手为了掩盖他的杀人手法，一定会尽可能的减少他的杀人过程，因为毕竟道具越多，破绽越多。我是在想，有没有可能不用到那块大木板？那不成特异功能了吗？而且他为什么这么煞费苦心？ 如果从犯罪者的心理上来考虑，他这么做，他一定有他的目的，只是反而欲盖弥彰。他这么煞费苦心，无非是想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所谓不在场证明，就是排除自己犯罪时间出现在犯罪现场的可能性。如果按照现有的逻辑，给案发时间分段的话，那么整个事件分为4段：即李非凡进楼，被凶手杀死；李非凡坠楼。 凶手离开。李非凡进楼以及被杀死的这个时间还有顺序，是无法篡改的。但是李非凡被杀死以及凶手离开，却是可以篡改的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凶手是先离开，李非凡是后落下。而杀人和坠楼，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以为是同时发生，但事实它不一定是同时进行的。 凶手只要在李非凡坠楼之前就离开了现场，然后在别的地方让人看见他，之后再让李非凡坠楼，这样的话，他就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也就摆脱了他的嫌疑。悟性还挺高，看来你还挺适合学心理学。要是能用心理学解释的话就好了。找不到木板，我们推理的再清楚，也只是猜测。我刚才还一直在想，有一种催眠疗法叫做钢板催眠。 钢板催眠，这种催眠能让人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僵硬，就像钢板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李非凡被催眠了？我还不敢确定，但是能做到这种深度催眠的人，一定是对心理学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，而且李非凡一定非常的信任。这样就解释通我们为什么找不到木板了，因为李非凡自己本身就是木板。 太残忍了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这个相框拿回去看看，有没有指纹？白 Sir， 白 Sir， 我刚从李非凡的寝室出来，采集到的一些鞋印，应该是他本人的。这个是李非凡，拿奖相片。一个人失去意识，肌肉张力下降，他浑身的支撑作用几乎为零。 凶手想要搬起，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难道说凶手是借助了什么工具？不，带工具离开太碍事了，而且也太显眼。难道说，凶手不是一个人？2个人？2个人？你已经想到了，对不对？从李非凡进楼后到他坠楼之前。 从楼里同时出来的2个人，詹博士、许教授、张博士，不可能。你还记不记得
那个校医说的，许教授全身虚汗，心脏病发作不可能全身虚汗吧？搬人这种运动量，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确实有点过了，所以他才会浑身直抖。而且你也说过，能对李非凡进行钢板催眠的，一定是一个心理学的高手，所以是他们杀了李非凡。但这些都是你的推测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需要证据吗？看这里。这就是你们文化人的香水。我当时看到的红色。哎，小展，你们……许医生，我们想来看一下许教授。哦，你们看吧，看吧。许教授，你没事吧？许教授，刚才真是抱歉了。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听说您刚才心脏病犯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人老了不中用了。刚好我学过几年推拿，我给您按2下，肯定马上就好。不用，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，力道还可以吧？我说了不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的同事有点过意不去，想给许教授按摩按摩。老师，水来了。你怎么没去检查张博士？太晚了，他已经换过裤子了。是吗？你没有发现他的后裤兜露了一点内衬吗？你就这么相信你的判断？还有你的鼻子？怎么？从心理学上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了主观上的厌恶，他很有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跟这个人联系到一起。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断案的时候，很有可能会产生冤假错案。你这么说，会不会对我有点太过分？李非凡是我的学生，我也希望能够赶紧破案。但许教授和张博士是我的同事，又像是我的老师。我真的没有看出来，这个整天只会吹胡子瞪眼的老头有什么可值得尊敬的？你这是对学心理学的一种偏见。许教授和张博士在学术界是很受尊敬的，而且他们的研究，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也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。然后呢，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庸俗。他们的理论救治了很多心理学上有疾病的病人。前段时间一直被报道的那个做慈善的心理机构，就是他们牵头创建的。就因为你觉得他们是好人，所以就不同意我的想法喽？我不是不同意你的想法，我是觉得你现在为了破案已经钻进牛角尖里了。我跟你说，简单点说，你现在就整个已经被这2个什么所谓的学术专家给洗脑了。你等着，等我找到证据让你想通。哎，Sir，马涵，给我随时盯紧那个许教授和张博士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告诉我。 Yes sir。警局应该有内鬼，不然为什么凶手每次都早我们一步破坏线索？回去查查。展博士。蒋玲。啊。现在办公室就剩下我们2个人。哦。所以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进来吧。
恭喜你，通过测试了。什么测试啊？你是自己人。给白色的手机呢，没有问题，但蓝色的手机被人动过，基本上算是个功放器。不过我已经关机了，没有问题。我说呢，那个李非凡刚提到录像的事情，就立马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不敢？笑话，这世上还没有小于我不敢的事。哼。蒋平，你没事吧？我以后要是嫁不出去，你们两个可要接手啊！有他，有他。你去死吧！白萨，你确定这真的有内鬼吗？只要你时刻关注着内部的监控，就知道了。哦，那你们两个想保密的时候，按一下手机屏幕上的美女头像就可以啦。boss 的手机呢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绝对保证没有问题。你说我们这一次总该扳回一局了吧？必须的。白萨，你要的资料，我已经把无用的信息全部去掉了，你慢慢看。这么多，帮个忙。喂，展耀。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呢？你说以蒋玲的本事，她把祖坟里的信息都刨出来了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你说会不会根本就不在网上？档案室。孙前辈。白 Sir， 产博士，这么晚过来，有事吗？我们想问您下有关这几个数字的档案。这几个您看一下。哎呦，我这记忆性不太好，没什么印象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俩去档案记录那儿看看。哎，谢谢。这是全部的目录，你们慢慢查啊，查完了之后告诉我，谢谢您，我在外边等着啊。来，找吧。哇，这么厚。
我发现这种文职的工作好不适应。不适合也得找。赵觉？什么赵觉？这个竟然是赵觉的案子。赵觉？哦，你是说那个用心理暗示控制杀人的神经病是吧？没错，这些全都是他犯的案子。听说他20多年前好像就被找到了，0423、0611，全是档案号码。找档案。孙前辈，那个0423和0611的档案位置在哪儿啊？在第1排第2。哦，第2。哎，在这儿呢，白 Sir。0423、0817、0611。哦，来，慢点。来，这么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孙前辈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把它弄翻了。我来，不好意思啊。找到了啊，找到了，都在那儿呢。哎，不是，孙前辈，为什么这些都是空的？啊，正好啊，这一排的档案没有进系统。这领导说呀，说这里边有什么机密档案，大部分档案库存了，其中一小部分被毁掉了。毁掉？被谁毁掉了？那这里还有什么？好像是一个叫什么赵觉的警察干的。赵觉？包 Sir 更了解这件事儿。不，可赵觉是个警察，怎么没听我爸说过？可能是因为作为警察犯下这么大的重案，会让警队蒙羞。你爸肯定不会说的。好不容易找到，结果都是空的。我呀要下班了。哦，你看这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那么久，那我们先走。抱歉了。好。